月光下的那句晚安，隐藏着多少离殇不可藏。谁又能像北极星辰，永远地挂在天上，不动荡，实现着泥潭，守护着平凡时刻，面对着考验，我宣战。人恶如沙漠，我不曾碎过，所以路途太长太久，无法回头张望。滴水的奔涌，粉碎着迷雾，风帆之上，只为你而寻找远方。你说这案子非得让我们2科来查吗？什么意思？蜀博的税务顾问不是梁小姐吗？这不是逼你们打擂台吗？这跟工作有关系吗？你看，他的研发费用都做了加计扣除，那我们要对他们的项目呀，要进一步的核实实质。如果他这里边有受托项目的话，并且有其他的公司支付了这个研发费，那这个蜀博科技在对其加计扣除就有问题的。那他们得赶紧准备资料才行。怎么还不来呀？我去催一下。哎，不用急，你看资料吧你。好。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让2位久等了。还需要我们提供一些其他什么资料吗？先坐吧，咱们坐下聊。啊，好。来，张晨坐。大家都认识，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了。我们看了你们提供的相关的这些财务资料，你们公司正在研发的这个悬浮电梯按钮的这个项目呢，在研发费用支出上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还需要你们提供关于这个项目的合同、立项审批、流程管理、风险控制，包括内部测试等等相关的资料。浩哥，郑科长，你说我们的研发费用有问题，能不能说得再具体一点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公司的项目怎么会有问题啊。郑科长，我们会把您所需要的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但是确实量有点大，能不能给我们3天时间准备？行，那我们3天以后再过来，你们准备好。师傅，你今天和梁小姐这态度，我感觉有戏啊。我发现你小子最近工作量是没喂饱。刚接到稽查局的电话，说要到公司核实情况，让我们准备好悬浮科技项目的相关资料。你怎么说？我说我们公司负责人都去外地出差了，如果他们要来调查的话，就得改约时间。我想着趁稽查局在调查的时候，我们搞定融资，到时候就算稽查局查到这事儿跟树博没有关系，他也追不上我们了。我已经约见了投资人，你准备一下资料吧。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看网上已经有人在炒作了，是你找人发的帖子？
民企投资最看重的就是公司的声誉，如今这个事情已经对他们的合作有了巨大的影响。只要我们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就不怕民企不会选择我们。商场如战场，胜败各凭本事，数博也怪不得我们了。民企那边已经发来保密协议了，我们只要提交材料，他们走完尽职调查，这次融资肯定是稳了。我是真没想到，现在又出这么个事。舒博，别太担心了，这只是税务部门的调查，等调查清楚了就没事了。锦秋，这次浩哥来调查，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的话，就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再说，我相信舒博这一次经得起调查，放心吧。那这几天你就安心准备资料就好。下次浩哥来，我跟张姐来应对就行。真的不用。你抽空多休息，我真的不希望你太辛苦。好。从片子上看，肺部两侧和支气管都有感染，不过不用担心，孩子的烧已经退了。这是注射艾希亚生钠之后正常的一种副作用。怎么会有副作用呢？打第一针的时候没有副作用。上一次没有，不代表这一次没有。而且艾希亚生钠的副作用有很多种，你可要有心理准备，可能后期还会出现更严重的副作用。会致命吗？任何的副作用如果不进行治疗，都会有生命危险。有一个患者注射了之后，就出现了急性的重度血小板减少，就是大出血。哎，领导。喂，大凯哥，我问你个事儿，这婉儿的住院费你是不是给交了一部分啊？看你说呢。科宝的收购呢，多亏了你，这笔钱是你应得的，啊，别跟我客气。婉儿现在怎么样？婉儿打完针已经好点了。哦，那就好，那就好。科宝现在是咱们的了，要往前看，今后的路还长呢。谢谢，这钱呢，算是我借的，我会慢慢还的。好，那我让老陆给你订机票。怎么说发烧就发烧？沈月，你该跟我们说呀。还烧吗？降下来了，36度8。降下来就好，降下来就好。沈月啊，哎，我看你脸色也不大好，我们替你值班，你回去好好睡一觉。一会儿明达来了，你就回去啊。不用，郑叔，你们大老远跑过来已经够折腾了，我真没事儿。我们俩没事儿啊。一会儿你就回去。啊，那我去打点热水。哎，不用，阿姨，我去就行。没事儿，小星。哎，没事没事，我去。你坐会儿，坐会儿啊。爸，晚上他感染了肺炎，我和爷爷想在这边多陪他几天。那个，你能帮我跟老师请个假吗？
那个锦秋，不知道你休息没有啊？是这样，有个事儿我要跟你说一声。然后再摁一下这个搜索，就出来了。找着了。我去回个微信。我刚才听小新说呢，婉儿啊得了肺炎，好像还挺严重的。我想的是，我可能周末会去看她。你知道这事儿吗？怎么会突然得肺炎了呢？好的，我知道了。那我也尽快把手头上的工作安排一下，争取早点去看看孩子。喂，明达。小米，这个1个小时之内必须要快递出去，地址你有吧？有。好。哎呦，这大周末给我忙的，一上午接了好多网红公司的电话呀、微信呀，洽谈工作。哎，你说这何超燕的影响怎么这么大？我是真没想到。你怎么看啊？企业要想健康发展，就必须要找一家正规的中介机构。那作为中介机构呢，就必须要遵守法律法规，还有道德操守，千万不能为了私利去侵害国家的利益。丹娜，咱们单信就一定要做这样的机构。是，梁总说的对，有你把关呀，我们单信一定能沿着康庄正道大步前进。你去哪儿啊？婉儿的病出了一点状况，我要去看看她，但是今天晚上我就会赶回来。哎呦，这孩子的病啊，全家的命。去吧，公司有我，放心。好。锦秋，不好意思，刚下飞机，信息有点多。林大叔你也赶过来了，咱俩的航班差了不到1个小时。我让明达别来接我们了，车我订好了，咱们直接去医院吧。好，婉儿怎么会突然得急性肺炎的？边走边说吧。没想到，这么贵的针还有这么多副作用啊！你是查到什么了？你看这儿写的，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呼吸道感染和便秘，严重不良反应肺部张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更为常见。凝血异常和血小板减少，包括急性重度血小板减少，患者可能增加出血并发症的风险。哎呀！不好意思啊。没事儿。
明达没跟我们说这些，估计也是怕咱俩担心吧。他的性子你也不了解吗？算了，他不说，那咱们就当不知道呗。哎，来婉儿，看爷爷给你削的苹果，有意思吧？啊，哇塞，小兔子的，太可爱了吧？嗯。咦？哎，你别吃啊！这是苹果，苹果不就吃？那你吃了，小兔子就没有。是哈。楼下接你们呢，怕你们找不着。挺好找的。对啊，挺好找。明达，哎，来了。锦秋阿姨，爸，你们来了，叔叔。哎，锦秋阿姨好。还有这个呢。哎，婉儿，郑叔，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2天感觉怎么样啊？还挺好的。这手怎么青成这样啊？是不是漏针了？啊，打点滴的时候啊，他调皮，动了一下就滚针了。疼吗？没事儿，这不疼。哎，锦秋阿姨，你看，这是爷爷给我切的，像不像小兔子？我觉得不像，但是我觉得你爷爷做的饭菜是不是特别好吃？想回新东吧，赶紧的，我也在新东等你啊！你得再教我打那个什么网球，好吗？好。怎么了？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好了，我知道了，我会准时回去的。哎，好，随时跟我联系。婉儿咳的，昨天是不是更厉害啊？啊，放心吧，今天已经好多了，你不用担心。主要啊还是他的这个罕见病，我是怕引起其他的并发症。罕见病确实是挺麻烦的。你国外那个特别有效的那个针剂排着队的，对吗？排着呢。我觉得婉儿现在最需要的是补身体，合理的增强体质。治疗是一方面，心态也很重要。不过还好，我看孩子还蛮乐观的，你跟月月也要打起精神来。你放心吧，我这不挺好的吗？锦秋说的对啊，你跟嫂子啊，经常陪在婉儿身边，你们的状态最关键的，她都看着呢，你们要给她信心，给她做榜样。麻烦你们俩了，这工作事儿那么多，还得当天往返。晚上机票买了吗？刚好是一半。那婉儿，我们走了，再见啊！再见，婉儿。小七啊，你听爷爷话啊，功课别落下了。哎，爸啊，你什么时候回来？那个机票我来给你订啊。啊，行行，走了，嫂子。走了啊。路上睡会儿吧。走，我送你们。叔叔，那我们先走了。好，咱们进去吧。走了啊。哎，你跟月月自己也多保重身体。对，小心点啊。放心吧。哎，你刚才在那个医院走廊上，跟你赵叔聊啥呢？哦，没事儿，我就是给明达叔加油打气。哟，你小子还会安慰人了啊！哎，爷爷，你可别拿我们当小孩。其实我觉得吧，我们大人有的时候有什么事儿想不明白了，就会钻牛角尖儿。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和婉儿可比你们大人成熟得多。你俩成熟，那谁幼稚啊？我觉得我爸、锦秋阿姨，他俩就挺幼稚的，是吧？爷爷，这人生总共也就短短的3万多天，那我爸和锦秋阿姨，他俩为什么就不能多前进一步，在一起呢？我们小星真的是长大了啊！看什么呢？我看看周边的环境。你说我这回来一阵儿了，看这周边，总觉得怎么那么不真实啊？你呢，就好好享受生活，不要想别的，想那么多，好吗？你看我现在手机小星也教的我差不多了，这是新鲜玩意儿，我再怎么学也就是那样了。但是我总觉得我应该再干点什么。你还想干点什么呀？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身体养好。那倒是有一件事特别让我着急，就是女儿啊。哎呀，女儿都这个岁数了，你说她一点都不着急。她身边明明有这么好的小高，你说，人家公司办得这么好，人品又好，对她是全心全意的照顾。哎，她偏偏不喜欢，说是没感觉。你说这孩子他到底想什么呀？他要失去这样的好机会，以后还能找谁啊？这么知冷知热的人。其实我担心女儿，就担心这一点儿。另外，其实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你说啊。前2天啊，我见到郑浩他爸爸了。行，别我一提这事你那么紧张，你放松一点，你先听我说，好吧？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了，那天突然那么一见，觉得还是有点尴尬，心里总觉得还是有个结没解开。其实仔细想一想，当年那件事还是怪我，你不能怨人家，人家是公事公办，对不对？再说了，我在里边这些年，郑浩帮了我不少忙。你看我这回来了，也没惦记着见见人家。你大度，你宽容，但是在我心里，这个心结是过不去的。其实啊，我担心女儿，就是担心这一点儿。我是怕女儿怨恨我们，也怕郑浩有什么误会，总觉得亏欠我们什么的。对了，我听小星说啊，他们2个人其实现在都还有情感。反正不管他们俩怎么样，我保留我的意见。但是，我可以尊重你的想法，我听你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想解开大家心里的疙瘩嘛，别让大家心里有阴影。我们总得站出来表个态吧。所以说，我
我就想跟你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咱跟郑浩他们家人郑重的吃个饭。出来挺长时间了，有点冷。大楼突然全起来了，哎，那就是我走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楼。盖了好多幢了。啊。喂，你好，这里是新东市税务局稽查局，您是曲宁女士吗？嗯，是。啊，是这样，您之前提交的检举材料有一些问题，需要您来核实一下，所以希望您后天下午2点半到我们市稽查局检举接待室。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在外地去不了。啊，那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现在正在开会，稍后联系你。应该是查到合同是假的了。让他们查，我们这边拖着就好了。我们先去会议室等着民企公司的李经理吧。我确实没有想到，原来悬浮技术是你们的。我看你们的计划书跟销售都没有问题，但我需要你们提供你们的技术文件。按照协议，我没有办法提供技术文件，这是公司机密。王总对之前关于数博科技公司的决策感到不满，所以这次专门嘱咐一定要找专业的人进行核查。当然，我们会签保密协议。如果您不提供，我们就不愿意再冒险了。好的，没问题。要不我们两边同时走流程，您准备相关的法务文件和资料清单，我同时提供公司尽职调查方面的资料。还是等技术文件核实过了再说吧。你还记得数博科技李玲吗？当时我们做技术对接那个。我记得。他被开除了，下个月离职。我们需要看一下你们这5笔支出的会计凭证，请帮忙找一下。嗯，好的，请稍等。哎，我和你一起去吧。行。目前我们掌握的证据显示，悬浮电梯按钮项目是由瑞星科技委托你们公司进行研发的。那对应的研发费用不能用加期扣除，你们涉嫌了少交税款。委托我们公司做研发？不，这不可能，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们跟瑞星科技公司是合作关系，不是委托关系。再说了，我们跟他已经终止合作了。高总，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公司一直不能提供你们跟瑞星科技的合同。这份合同我们也找了很久了，怎么样就是找不到，不知道放哪里去了。可是，据我了解，你们公司和瑞星科技签订的合同呢，是委托研发，而不是合作研发。这不可能。我们当初签的就是合作研发合同，不信你们可以去瑞星科技做调查。我们发现，这个悬浮电梯按钮项目的研发费用，每次都是由瑞星科技公司转账到你们公司的，这非常具有委托研发的特征的。那你们怎么解释？我也不想数博科技以这项技术拿到融资。毕竟当年我们双方为了这个技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但是他们说换人就换人。
我的小组4人啊，只能干到这个月了。我们这次拿到融资，只差软件的核心代码文件，你知道在树博的电脑里吧？你想让我去考？窃取文件可是违法的，而且我已经帮你销毁合同了。拿到融资，我可以让你负责整个北美地区，这是我之前答应你的。现在只差这一环，而且他们公司现在处理税务问题都处理不过来呢。你只需要在上面签字。用不着这些，我一向说话算话，只要拿到我想要的。进来，老板。开哥，哟，知道你喜欢盆景，给您拿了一盆。我的天哪，太漂亮了！来，给我。哎呀，好看。哎呀，太漂亮了。之前呢，婉儿住院，您帮着找了医院的人，后来还给交了住院费。我一直啊都想对您表示感谢，也没这个机会。哥哥应该做的啊。你这个盆景选得好，有那种文人的风骨，漂亮，真是漂亮。还有，我呢帮着科保写了一个3年的咨询方案，您有时间啊看一下，争取呢3年之内每年可以有30%到50%的利润增长。有时间您看看。我相信你这份规划书非常好，但是这么好的规划书，应该由你这样优秀的人才来管理和实施才对呀。不你是不用马上来回答我的，这份东西我会仔细的看，我的提议也希望你能想一想。进来连门都不敲啊？你拿坤叔的命又换了什么？我听阿水说，几次让你做事情你都不愿意，我以为你对新东的生意没兴趣呢。他干那些事儿，是个人都能做，没挑战。为了个男人，至于吗？这是阿水从展艺那儿拿回来的，照片拍得不错，拿回去好好看看，看看能不能把他再看活过来，
别动，别动，忍一忍啊，稍微忍一忍啊。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现在叫唤，不要一下课就去打球，你还不听。爸，我知道了。球拍没收1周。哎，不要啊，爸，不要啊！我都跟同学约好了的。约好怎么了？约好了也不能去打了。今天，我跟你说，你现在就得好好养着，这时候就好好学习吧。不要啊！哎，不要啊，爸，爷爷。行，先晾一晾啊。我上次因为有事儿没能来现场，但是高总都把情况跟我讲了。关于郑科长提出的每一次研发费用是由瑞星科技转账给树博科技公司，这是因为2家公司在合作初期共同出资成立了一个叫瑞博的基金，并且双方都商议好，当需要使用研发资金的时候，就由这家基金进行打款。可当树博科技需要使用到研发资金的时候，基金管理人没有将钱款直接打给树博科技，而是先打给了瑞星科技，再由瑞星科技转账给树博公司。因为每次的数额都是正确的，1分不少，所以高总也就没有深究这个事儿。但是现在想起来，这是有人故意在混淆资金的来源和性质。第二个事情是关于合同。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现在双方签订的合作研发的合同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根据高总以及当时在场人士的回忆，双方签订的确实是合作研发，而不是委托研发。这个你们也可以到科技主管部门去查一下，当时应该是做了登记的。对，这个我们已经查过了，当时登记的确实是合作研发。还有关于您刚才说到的资金问题，我们会去调查核实的。好。谢谢你们的配合。辛苦了。那就是举报人伪造了一份假的合同。证据显示就是这样。那就是说，他们双方成立了共管基金，这个钱先打给瑞星科技，然后再由瑞星科技打给了树博科技。那这样看上去，就是瑞星科技单方面支付了研发费用，是这个意思吧？是的，我推测呢是有人故意为之，这同行业的恶性竞争呗。树博科技呢本来是想通过这项技术呢打开海外市场，这瑞星科技啊想拖慢对方的融资节奏。那这2家公司是在竞争吗？瑞星科技早在去年7月就解除了跟树博科技的合作了。那这是恶意举报啊！恶意举报最可恨，简直就是浪费我们的办案资源。你说这案子来了，我们能不认真调查吗？这样，先把证据收集齐，然后尽快上会说明情况，好吧？嗯。各位，这就是我们最新的悬浮电梯互动系统以及最新的人脸识别系统。它们主要针对特殊的楼层，给一些有特殊权限的人使用。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人脸识别功能，它拥有最强大的生物芯片以及最精密的计算方式。现在公司把所有的财力、物力全部都投入到这个小组的研发中去了，
所以你小组的项目只能暂停。这个项目有一些漏洞，他们觉得安全隐患太大了，所以他们想换另一个方案。张姐，法务部说那个合同怎么都找不到了，是吗？对啊，单单就那个合同找不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唉。锦秋，张姐，加班辛苦了。想吃什么宵夜，我去买。不用麻烦了，高总。啊，要不这样，你们想吃什么，我去买。不用不用，你们都忙了一天了，我正好下楼去透透气呢，我去买就好。那就谢谢了，高总。麻烦帮我带点热乎的吧。行。锦秋，你想吃什么？我跟张姐一样就好。好，那你等我。我知道，今天晚上肯定可以给你。穿破大地是种子的新芽，襁褓无花，哭笑间悄然长大。生命中的馈赠，暗处有标价。若心无敬畏，终会承担代价。一粒粒沙，兴起居高塔，迷途的人为寻家走遍天涯。柴米油盐之下，各自的活法。若爱有时差，我愿一生牵挂。你我付出的，也曾回报着你我。水滴变云朵，落雨时还给湖泊。亘古不变的，唯有真爱和因果。不都是平凡着那个美在用力活。你我热爱的，也在深爱着你我。日出又日落，你追着光奔跑着，都在不屈地抗争命运的抉择，都是平凡着守护人间的人。都是平凡着守护人间的烟火。